一战打光了法国一代人，二战打光了苏联一代人。但为什么中国抗战却没有打光一代人呢？不是鬼子不想，而是他根本做不到。日本在发动侵华时，从来没想过手下留情，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奔着亡国灭种去的，目的就是要杀光所有的中国人，然后夺取中国的土地，举家搬到中国，达成所谓的大陆政策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别看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惨烈，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人的伤亡，但事实上被日军成建制歼灭的10级以上单位真没几个。在抗战22场大规模战役中，真正意义上被整建制歼灭、指挥所被摧毁、番号被撤销的10级以上单位，只有国军第128师王进哉部和在衡阳保卫战中被全歼的第10军方先觉部。而在其他战役中，国军各部虽然伤亡惨重，部分部队战损高达 80% 以上，但还是保留了指挥体系和番号，所以算不上全歼。之所以如此，正是因为日军的歼灭战能力极其糟糕。虽然日本一开始就是奔着灭亡中国的目的来的，但并没有打造一套能打歼灭战的军事体系，只能打击溃战，却没办法将击溃转化为歼灭。要知道，击溃和歼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击溃是打垮敌人的防线，打散敌人的建制，但只要指挥体系还在，就能收拢残部，恢复战斗力。而歼灭是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摧毁其指挥体系，让这支部队彻底丧失战斗力，再也无法重建。但日军的师团编制就不是为了打歼灭战设计的。二战时期，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满编约 2.8 万人，下辖2个旅团、4个步兵连队，还有炮兵、骑兵、工兵、辎重兵等辅助部队。单从编制来看，火力和机动性似乎都差不多。但中国战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最复杂的陆地战场，地域辽阔，地形复杂，有平原、山地，也有丘陵、水乡。在这种地形极其复杂的辽阔战场上，日军兵力分散、机动性不足的缺陷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。就以1937年淞沪会战来说，此战双方精锐尽处，日军投入了10个师团，约25万人，而国军投入了70多个师，约80万人，将整个淞沪战场打成了尸山血海。而最后，日军虽然凭借强大的海空火力击溃了国军的防线，但中国战场实在是太大了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军残部渡过苏州河，撤往南京。此战国军虽然伤亡超过30万人，战损率高达 40%， 像是第87师、第88师、第36师等第一批投入战役的部队更是减员超 80%， 但是还是保留了指挥体系，经过后续补充便又恢复了战斗力。反观二战当中的苏联战场，德军的编制就更注重合围能力，一个装甲集群实施一次纵深突击，就能形成大范围的包围圈，动辄就能歼灭苏联几十万大军。而日军没有这样的编制优势，他的师团虽然火力不弱，但缺乏大规模的装甲集群和机动部队，无法快速穿插和迂回，只能一步步的推进。等他推进到了预定的位置，国军的残部早已经突围了，根本无法实现全歼。日本也知道自己的致命缺陷，所以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前期，日本军部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和国军打阵地战和大规模会战，企图把国军主力吸引到一点，然后利用己方的火力和战斗力优势聚而歼之。但是在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，日本陆军投入了超过100万人次的军队，却始终没有能力将参战国军一网打尽，每一次都让国军的主力全虚全伪地撤出来。1938年10月，武汉会战打完后，国军已经完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，然后开始有计划地向第二阶梯撤离，并留置相当的兵力来在各地打游击。到这个时候，日军就彻底失去了成建制歼灭国军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能将侵华方针改为军事打击为主，政治诱降为辅。可以说，自武汉会战打完后，日本就彻底失去征服中国的可能了。接下来的战略相持阶段虽然依旧艰苦，但更多的是比拼国力的消耗战，而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。到了抗战后期，由于兵源不足，日军甚至开始征召老人和少年入伍，战斗力大幅下滑。
而中国哪怕正面战场伤亡再大，只要还有人，就能组建新的部队，就能继续抵抗。这是日军永远无法企及的优势，也是他无法打光中国一代人的原因所在。